内务府做事还算尽心，这套护甲做的也算是大气华贵。为娘娘做事儿哪能不尽心尽力啊？知道为本宫尽心做事，便是顾及本宫。名分不是要紧的，要紧的是皇上的心在哪儿。皇上封了静妃又如何？照样不宠爱她。皇后就更不用说了，人老珠黄。皇上只是顾忌太后罢了。是呢，在王府的时候，皇上就对皇后淡淡的，如今就更不用说了。启禀娘娘，姜太医为您把平安脉来了。传。这。华妃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要劳太医了。娘娘，凤体无恙，一切安好。既然安好，那何时才有胎气？富察贵人都已经有孕了。娘娘自4年前小产后就有些伤身，仔细调理后才渐渐复原，要等佳音也是指日可待。期间娘娘还要好生保养身子才好。借太医吉言，但愿天从人愿。太医院一切还顺利吗？托娘娘洪福，一切无恙。本宫能有今日，多亏你兄弟2人，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们。至10亿那方子是怎么得来的，你与本宫心里有数。做事谨慎些吧。微臣知道，当日为保性命，不得不出此下策，还请娘娘见谅。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何必介怀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？大人不必过虑。只是那温实初没有起疑吧？他起疑又如何呀？他虽然医术出众，但在太医院资历尚浅，无凭无据的，他只能吃这个哑巴亏。那便好，退下吧。怎么你每次为华妃娘娘请脉回来，便一脸不快？你不明白？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在太医院，你我兄弟已是占尽风光，又有华妃娘娘撑腰，飞黄腾达，指日可待。飞黄腾达，那是要会做人、会惜命的人才能享受的。管好你的嘴，做好你的事，事不关己便作不知，这才是宫中的求生之道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万福金安。都起来吧，赐座。谢皇娘。怎么安常在又不来了？安妹妹喉疾未愈，太医告诫，实在不宜再出门遇上风寒，时儿不能来向皇后娘娘请安了。安常在体弱，如今时疫未清，还是少走动好。多谢皇后娘娘体恤。对了。宫中的利银都发放了吗？都已按时发足了。内务府发放的利银，本宫都瞧过账簿了。有些账目，华妃都清楚了吗？各宫各人都是按照老祖宗定下的月例银子发放的，绝无错漏。可给静妃看过吗？不用看，臣妾对过的账目绝无错漏。且静妃不熟悉银钱账目，看了也费事，反而延误了利银发放，惹得和宫抱怨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看账簿的确有些慢，但臣妾一定好好研习，绝不再拖延。哼，好好研习？你要研习多久啊？若是给你时间好好研习，要耽误多少事儿？天资不足难当大任，拖拖拉拉的，反而让奴才们笑话为尊上者愚笨无能。富察贵人，你害喜厉害吗？臣妾早起时便想吐，早午晚膳后更易恶心不安，实在是辛苦。既然辛苦，就少吃一些。若要让御膳房早中午的给你流水似的送东西吃，自然是要吃了吐，吐了吃，恶心个没完。
怀胎10月哪有不辛苦的？你如今身子金贵，哪怕天天抱身赤肚，也没什么了不得的。难得宫中有天丁之喜，这所有人的眼睛和心思都放在你肚子上呢。谢皇后娘娘关怀，臣妾铭记于心。不怪华妃娘娘嫌嫔妾吃得多，这有孕的辛苦，娘娘是不能体会的。别说本宫也怀过龙胎，即便没有，见也见多了。怀个孩子像得了个元宝似的，到处显摆，到底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。好了，都少说一句吧。富察贵人，你这一胎若是个阿哥便好了。皇上膝下皇嗣不多，你若能一举得男，他日为嫔为妃都指日可待。为了阿哥，也为了你自己的身体，你一定要珍重身子。是。这是内务府新制的脂粉，皇上临走前特意吩咐的，让他们精心制作，供我使用。是啊，皇上说富察小主有孕，安常再有咳疾，延禧宫所用香料会格外小心，必用麝香，多用凝神静气的香料。所以这些香粉事先都经太医看过，绝不会伤了小主的胎气。你看你多有福气呀，皇上对你这么上心。我是福气好啊，可是隔壁那个安常在得了咳疾，多晦气呢，简直就是个丧门星。宝娟，什么事那么高兴啊？小主，您不是去看纯常在了吗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奴婢真的什么也没干。把手伸出来。伸出来。怎么灰扑扑的？香灰？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富察贵人欺负小主。奴婢听说香灰拌了马尿，撒在墙根底下就能让那个人倒霉。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去，才这么做的。你疯了！这样的无稽传闻你也信？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。小主若是生气，就只怪奴婢，奴婢认罚。若是小主带奴婢去见富察贵人，那奴婢绝对不会连累小主的。起来，你是我的贴身宫女，你做与我做，在外人看来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再说，我日日看她盛气凌人，何尝不想她气焰滴血？你只不过是赶在我前面，做了我想做的事情而已。小主，奴才跟着主子久了，主子的心意，便是奴才的心意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你如今做什么说什么，也都是揣度我的心意做的。简秋对皇后如此，流珠对婉贵人也是如此。那小主，奴婢错了吗？怎么会？所谓忠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婉贵人吉祥。姐姐怎么坐起来了？可感觉好些了？我好些了。贵人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多了，只是大病伤身，还需要好好静养。多谢你，温太医，我能捡回这条命，是多亏了你。贵人，微臣心中有一件事一直有些疑惑。你说。贵人不觉得您的食意发得太突然了吗？微臣记得这宫中的食意最早是在华妃的宫中发现的，紧接着就是贵人这里，而贵人当时正在被禁足，并没有跟华妃宫中的杂役来往过，怎么会突然患上食意呢？你是说，有人要借食意害死我？微臣只是疑心。姐姐好好想想，
可有什么不妥之处？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馆了，茶都沏好了，请小主品尝。彩月，小主怎么了？我这套茶具换过了吗？是啊，小主得的是10亿，所以用过的东西，尤其是茶具碗盏，都拿去杂碎买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我记得，在我得病的前2日，华妃身边的周宁海给我送来一套茶具，说是内务府让他送来替换的。我看着那茶具，并非嫔妃该有的规矩，想着自己还在禁足，不便与他争辩，便暂且用了。这10亿传染得很厉害，为了避免传染，一是不能与病患接触，二是病患用过的东西万万不能接触，尤其是这铜碗银水。难道周宁海送来的茶具是得了10亿的人用过的？恐怕是。一定是。华妃要置我于死地，已经不是第1回了。是他，一定是他！姐姐，先别着急，这件事暂时还需要证据。还有一事我不明白，江澄、江慎2人擅长的是妇婴之科，怎么突然触类旁通，倒擅长起治疗10亿之术了？若微臣说这治疗10亿的方子，大半是出自微臣之手，小主您信吗？我信，你有这能力。只是这方子，为何会到了他们手中呢？本来微臣已经写了大半，只是还有几味药尚需斟酌，所以不敢善用此方，便把它放在了太医院的抽屉里。估计是他们趁着我忙着照顾惠贵人，顺手牵羊偷走了方子。他们大约也在方子里面加了几味药进去，只是因为不擅长治疗疫病，方子治得未免太猛了些，而我给惠贵人用的药却是温补性的。既然皇上已经说了他们有大功，想来你再去说什么，也没有人会相信，反而会说你邀功心切。放心，这件事我自有理论。理那些丝线有什么意思？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如今时日长了，理这个好打发晨光。年纪轻轻还说什么打发晨光，倒不如多点时间陪陪皇上。宫中寂寞，陪着娘娘觉得心里安静。你最近越发喜欢来景仁宫了，倒少去碎玉轩和婉贵人纯常在作伴儿。皇后娘娘不喜欢臣妾伺候在旁吗？你乖巧安静，本宫自然喜欢。只是哪有人不爱热闹的？你怎会喜欢来这个长日安静的景仁宫？因为长日安静，所以教会人忍得住寂寞。皇后娘娘气度高华如山巅云，臣妾心生倾慕，而且臣妾也有可及，不适宜去人多的地方。所谓气度高华、沉静自持，都只不过是被这安静和寂寞浸泡的久了，人也变得如此。臣妾失言，并非此意。起来吧。本宫自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我之间不用多言。谢皇后娘娘。哦，对了，臣妾做了一个香囊，想要献给娘娘，还望娘娘不嫌弃臣妾双手笨拙才好。这个香囊好别致啊，闻出来的味道也清淡典雅，是以牡丹和兰花为料，配了沉水香和松针。初闻只是感觉清淡，
闻久了，牡丹那种雍容的底蕴才会缓缓渗透出来，沁人心脾呀。这绣花图文也是本宫最喜欢的凤穿牡丹，只要娘娘喜欢就好。这香囊虽好，只是可惜了，本宫素日不用香料。臣妾失察，臣妾每每来宫中请安，只知娘娘宫中尽是花卉鲜果清香，却不知娘娘是不爱用香料的，都是臣妾太过粗心了。本宫不是不喜欢香料，只是嘱咐你，有些香料用得不当，只会伤身。臣妾多谢娘娘教诲。你懂得用香料，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。春天了，连猫也要叫春。其他猫就会叫，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。猫儿春天发性，不好哄，但是猫喜欢闻气味儿，闻久了便听话了。安常在最懂香料，难怪有这个法子。臣妾回去一定把这种香细心配好，然后拿过来给松子闻着，调教几天就好了。好啊，景仁宫的花儿都开了，本宫想便邀宫中嫔妃一起赏春同乐。是。真香啊，小主，里面有好多花。这皇后娘娘宫里地气最暖，花儿也开得最早最艳丽。这景仁宫是地气最好，可你呢是福气最好。有4个月了吧？是啊，太医说过了4个月，这胎就稳了。哎呀，当年本宫怀3阿哥的时候，害喜就害得特别厉害，这脚肿的根本就穿不上鞋。哎，我看你倒是挺好的啊。听说齐妃怀孕那会儿，3阿哥就身强力壮的爱闹腾，所以如今性子就急些，皇上教导起来都得费点劲儿。哎，你说的也是，这身强力壮闹腾的劲儿，也只有齐妃娘娘受得起。华妃娘娘这身娇肉贵的，哪能经得起这生儿育女的辛苦啊？但愿你怀的是个阿哥，若是个公主，岂不是白费了你现在这股得意劲儿？现在你有身孕，不应该站这么久。简秋，是。赐富察贵人到廊中坐下，再拿个鹅羽软垫垫上，别着凉了。是娘娘。谢皇后娘娘。富察姐姐安好。富察姐姐的脂粉香甜，美如清露，似乎不是宫中平日用的。婉贵人的鼻子可真灵啊！这是皇上特意让内务府为我制的，既不伤害胎儿，又润泽肌肤，果真是极好的东西。皇上对姐姐真是体贴。婉贵人若是喜欢，我便赠予你一些吧。皇上特意为姐姐所制的东西，我怎么好意思要呢？那也是，到底是皇上对我的一片心意。婉贵人如此客气，那我也就不勉强你收下了。既然是皇上的心意呀，贵人你就好好留着吧，最好拿个香案给它供起来。你说你这涂在脸上，风吹日晒的，再把皇上的心意给晒化了。妹妹，咱们走。谁没怀过孩子？我就瞧不得他那轻狂样。欣姐姐消消气儿吧，如今人家正在风头上，你何苦要跟她置气呢？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心常在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姐姐说今天天气不错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如皇后把松子抱出来吧。齐妃最爱的就是松子那只猫，来了成日要抱着，只是婉贵人害怕。也好，简秋啊，
去抱松子出来吧。奴婢可不敢抱它，那猫现在重得很，到了春天又烦躁，这会儿不知道到哪儿玩去了。才说松子呢，它就自己跑出来了。呀，皇后娘娘把松子养得真好，又大了一圈儿。别人养猫养狗的，静妃姐姐就爱养些与众不同的。她的玻璃缸子里竟养了老大只乌龟呢。嗨，我原也是不想动什么脑子的。它又好静又好养，又不拘着给它吃些什么。我手脚粗笨，也养不好什么的。静妃姐姐若说自己手脚粗笨，那妹妹我就不知如何说自己了。静嫔还没正式封妃呢，婉贵人就一口一个静妃的坏着，未免也太殷勤了，还怕以后没日子叫呢，急什么？华妃，你也太较劲了。有没有正式封妃有什么要紧？只要皇上心里头认定她是静妃就可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便是，不是便不是。若是有福之人，自然是不怕等的；若是没福气的，差那么一时一刻，终究也是不成的。今天已经是初3了，再过10来日便要册封了。静妃，你要好好准备着啊。是。静妃与华妃同日进府侍奉皇上，如今不仅封妃，而且帮着华妃你协理6宫事宜。妹妹有人协助，是妹妹的福气。本宫更是有福的，可以乐得清闲。皇后娘娘福泽深厚。这牡丹花开的倒是好啊，只是粉红一色，终究是次色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还不如这芍药。虽非花王，却是嫣红夺目，这才是大方的正色呢。粉红都是妾室所用，只有正红跟嫣红才是正室所用。其实只要人年轻，簪什么花还要分颜色吗？哼，如此尊卑颠倒。臣妾幼时曾学过一首诗，现在念来正合适，就在皇后和各位姐姐面前献丑了。你念吧。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好一个唯有牡丹真国色呀！这尊卑本在人心，芍药花再红，终究妖艳无格，终不及牡丹国色天香。唉，华妃啊，今日本是赏花，你怎么好像不愉快似的？何必因为多心坏了兴致？贵人赏花赏久了，妆都花了呢。啊？果然是皇上亲赐的香粉，真的是好香呢。
快请太医！小主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事，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，小主？疼？没事吧，小主？别张口。哎呀，好像手指挠的。娘娘，疼！快请太医呀！快扶富察贵人进偏殿歇息。姐姐，你若是上了半点，富察姐姐没事吧？扶进偏殿去歇息，快点！姐姐，你可别吓我呀！小主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皇后娘娘，臣妾疼。太医很快就来了，别担心啊。微臣来迟，皇后娘娘恕罪。来了就好，张太医，快去看看富察贵人。是。回禀皇后，小主摔倒之后脉象不稳，胎气震动，且又受到了惊吓。微臣建议应该马上回到自己宫中休养，微臣再开上几副药方，这样再看一看能不能恢复胎气呀。那就快点去开药方吧。是。都起来吧。谢谢太后。哀家一听说就赶紧过来了。富察贵人怎么样？太医已经开了安胎药。太后，皇后娘娘，富察贵人。就看天意吧。是。哎呀，婉贵人怎么了？婉贵人为救富察贵人，自己跌了一跤，怕是伤着哪儿了。太医，快去看下婉贵人。是。回禀太后，小主脖子上是外伤，敷点膏药就会好的。不过这手臂嘛，确实要好好的用药啊。还是请太医给把下脉吧，这样也可安心些。好，微臣且来把脉。恭喜小主！你瞎说什么呢？婉姐姐手都受伤了，你还恭喜？恭喜小主，已经有近2个月的身孕了。太好了！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你坐下来，坐下。张太医啊，
婉贵人的身孕是真的吗？微臣从医数十年了，这一点把握还是有的。回禀娘娘，婉贵人身子虚弱，适才又摔了一跤，胎相有些不稳。待微臣开个方子，让小主先用着，静静的养着，也就没有大碍了。那就请张太医多费心了，本宫就把婉贵人和她腹中的胎儿全都交托在你手上。微臣定当尽心竭力。张太医的医术高明，你放心。还请张太医先看看富察贵人吧。惠春，奴婢在。再去请几位太医来协助张太医。是，娘娘。多谢皇后娘娘悉心照拂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婉贵人的胎来的可真是时候，富察贵人的龙胎怕是保不住了，你的就跟着来了，好福气呀！今日之事的确意外，可是婉贵人，你也太大意了，自己有了身孕还不知道，还这样扑出去救人，幸好没有受伤。万一有那么一点不妥，这可是关系到皇室命脉的大事啊！是臣妾的不是。你身边的人也都太大意了，竟连你有了身孕这样的大事都糊里糊涂的。万一今天有什么差池，本宫就把他们全打发去慎刑司服役。皇后娘娘息怒，不关他们的事，是臣妾自己疏忽了，身子犯懒，还以为是春困。臣妾向来身子不调，月事推迟也是常有的事。而且臣妾看各位姐姐怀有身孕时都会恶心呕吐，可臣妾并没有。人害喜的症状本就因体质不同而有异。我怀着温宜公主的时候，也是到了4、5个月才害喜的。太后，皇上膝下子嗣并不多，如今婉贵人也怀上了，真是上天赐福于我大清啊！头3个月最要紧，最要小心，你要好好安心静养才是。身子还受伤呢吧？是，谢太后。好了，别照了，太医都说了，那只是皮外伤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疤痕。就算有一点半点也不打紧，敷上脂粉就看不见了。现在是人没事就好了。也是，幸好孩子没事。刘珠，去拿水来。是。浣碧，去拿2床更好的枕头，让你小主靠着更舒服些。好。锦溪，去把门关紧，别让风吹进来。小允子，去换床更松软的云丝被来。这，哎呀，不要了，哪儿就这么娇贵了，都闹得不安生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倒忘了，你养胎最娇贵。那你们都出去吧。哎，你把他们都打发走了，那谁来服侍我呀？我来服侍你好不好？你自己的身子才好，就这么急着赶过来做什么？环儿，我是真为你高兴呢。可是今日富察贵人小产，皇上又还没回来，我也真为你担心呢。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有事的。你自然是不会让他有事，可是富察贵人也不想啊。我告诉你，这后宫里小产的也太多了。我问过太医，他说前次新常在小产是因为失足意外，这次富察贵人也是意外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意外有可能都不是意外呢？富察贵人怎么样？已经挪回延禧宫了，我去瞧了一眼，还在昏睡着，太医都在那守着呢。小主，咱们进去吧，怪怕人的。怕什么？这样乱成一团，今夜铁定是不能睡了。果然3月春色，人间芳菲，连在深夜也不逊色。小主，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把角门打开了，只是那端妃娘娘真的会过来吗？端妃娘娘是守信的人，既然传话，应该不会爽约的。
小主今日扑出去救那富察贵人，可把奴婢吓坏了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您说，你与那富察贵人又没有什么素日相交的情分，何必呢？如果我说是有人推我出去的，你信吗？我猜着推我那个人的本意，是想让我撞上富察贵人的肚子。富察贵人小产，那罪魁祸首就是我，一箭双雕。哎呀，这后宫的嫔妃当中，越是有身孕的人，越会成为众矢之的。今日是那富察贵人，明日怕就是小主您了。只怕今晚有很多人会睡不着。是啊，本来为了富察贵人的身孕睡不着的人，今夜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可是想到小主您，怕又要难眠此夜了。这么晚叫皇后过来，哀家睡不着。臣妾也睡不着，正好来和皇额娘作伴儿。听说富察贵人醒过来之后，知道孩子没了，在宫里哭闹得很厉害。她心里难过，闹一场也就没事了。那孽障还没抓住吗？臣妾已经尽力了。看来这么点小事儿，还得哀家动手。竹溪，奴婢在。准备好了吗？是。抱进来。皇后，你仔细看看吧。婉贵人，你瞧瞧这个。这盒子里虽没了香粉，但嫔妾闻得出这味道，是富察贵人所用的香粉。这盒子，嫔妾也见贵人的宫女拿出来过。娘娘可是在皇后庭院中所得？不错。人人都忙着看你和富察贵人，这个便被本宫拾了来。娘娘是疑心什么？我听说富察贵人小产，是因为一只叫松子的猫突然扑了出来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当然了，猫在春天不免烦躁些。可是松子被调教过，它为什么会突然伤人，而且只扑向富察贵人呢？或许只是偶然。你看，瞧你都说得这么迟疑，想必你也是不相信的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，富察贵人一个人能使得多少香粉？太后竟推到一个畜生身上去。哀家有眼疾，你们就当哀家瞎了。还好哀家心里清楚得很，那孽障害死的是哀家的亲皇孙。太后恕罪。哀家一生没有做过皇后，直到先帝去世才成了太后。所以皇上一登基，哀家就让你做皇后，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留在自己人手里。你记着，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，但有些事不行。